我已经来到了西哈努克港，英文是叫做西哈 Village， 西哈诺 Village， 然后它的那个简称叫做西港。我的酒店我已经是现在还没有来得及 check in， 因为是早上，坐了大概12个小时的巴士才来到这个叫西港的地方。它是靠近海滩，这个是我的酒店，今天住的酒店房是算便宜的，因为它靠近那个海就是在下面海滩下面那里。现在是早上的6点50分我带你们走一走这个西港，它的周边。西港这里它有几个名称。它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邪恶之都，还有一个爆头港，因为在这里呢有很多非法活动，它聚集了很多那个诈骗集团，还有博彩业、KTV 色情行业之类的。这个就是西港。现在我带你们去走一走西港周边，让我和你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爆头港。爆头港是因为这个是叫西港，它是一个港口，然后这里的那个黑社会还有那个非法活动，比如说那个毒品，比如说那个诈骗，还有博彩业、赌场，还有一个叫做毒品对交易。因为这些全部都是利益冲突，所以在西港有一段时间呢，它是每一天都会有他们的那个人被杀，就是爆头嘛，是用枪射那个头，直接死亡，所以它这里就成为一个爆头港，这个名称就是由这样来的。然后现在我来到了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标，也是在西港很出名的一个地标，聚集了非常多赌场。它的地标呢是2个狮子，这里叫双狮。我的前方就是2个狮子，这个是西港最繁华的其中一个区域，也是赌场最多的。那个也是赌场，下面那个也是赌场，那里也是赌场。然后这里呢就是一个大润发，大润发就是超市嘛，就是商城。这3年里面改变的非常多。3年前应该是4年前吧，还没有那个新冠的时候，这些路都是黄泥路，这些全部都是黄泥路。这大润发是刚刚完工，就是4、5年前刚刚完工，现在已经是美化了，非常的漂亮。还有那些全部都是赌场。如果你们想要知道的话，关于博彩业，博彩业就是网上赌博那些，全部都是在赌场楼上，他们会租很多单位在上面操作那个赌盘。那个也是赌场，上面很多都是他们的那个非法博彩业在上面操盘的，那个也是，那个也是，全部都是。现在是双狮，这个是其中一个区域是关于赌场的。在西港呢有分好几个区域，我知道的呢是在双狮那里有这些活动，还有在海豚那里也有这些活动，还有一个是在海豚下面，它有一个地标，好像那个庙宇这样的，那个地方呢比较乱一些，因为那里以前是经常很多人被爆头，就是在那一区。现在我要往这个双狮去走一走，然后顺便去找吃的。在西港呢，它有很多那个
中式的那个吃的东西。这里最便宜的呢，就是沙县小吃。沙县小吃是很便宜的，大概是2块到5块之间。每一样东西，他们有炸酱面，还有粥，还有那个油炸鬼之类的。现在如果是你们住这一区的呢，是比较方便。我提议是你们来西港玩的话，就是住这一区。这一区的下面那里就是我住的地方，那一区是靠近海滩的，那一区呢是靠近KTV 的那一区，然后这一区呢是全部都是赌场，然后在那里有一个小弯过去，就是全部都是就是街嘛，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这个就是它的五象集团的商场超市，它里面有一个大润发。大润发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因为最近是因为那个疫情嘛的影响，导致很多那个店面都关了。我看到这个是双狮，对面就是5只大象，这个也是非常出名的，也是最近比较红的一个地区。然后这个双狮走过来这里，它就是一个赌场，这个是豪地卡罗。它这条街都是非常出名那个赌场的。如果是 KTV 呢，要找小姐就是上面那条街。还有一个也是很出名的赌场，叫做金贝。外地人就是外地人嘛，就是中国大陆的很多赌客都是会进这2家大赌场。现在是最近是刚刚开放，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冷清。以前我在这里住的时候呢，这些路呢都是黄泥土，全部都是石头，非常的烂。现在已经是美化的非常的漂亮，所以如果是你们要进来这里的话，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是非常适合，没有什么人。它东西也开始把那个价钱调低了，以前的价钱是非常的高啊，你吃一餐都要2块钱以上美金。然后那个住宿是最贵的，在西港，如果是要走完整个西港的话，需要租1辆那个摩托车。它的这里的油价呢是非常的高啊，它这个就是它的油价，然后如果是只是想走那个市区里的话，还有加上你有时间可以租一辆脚踏车在这里走走，因为这些你看之前是没有的，现在已经是美化了，有那个自行车给自行车跑的那个道路。还有要说的，在西港呢，有一些地方是有危险的，然后如果是没有去到那些地方的话，大致上是没有什么东西。那个地方是叫做园区的地方呢就不要去。他们的园区呢大多数都是聚集在城市以外的那个郊区，就是西港的机场进来这个西港的城市区呢，周边那里有很多很大栋的那个叫做办公楼，那些很多都是园区，他们是有管理员，他们管理员呢身上有可能是有枪的，所以那个地方呢尽量是不要去。然后还有那个西港的那个小赌场也不要去，因为可能你赢了那个钱，然后那个周边的人会把你看上，
所以最好不要去那个小赌场。如果是要去玩那个赌博的话，就尽量去这些大的赌场，稍微是比较安全一些。还有你们的身上的那个贵重的物品，尽量不要拿出来就可以了。在西港，我超建议就是住在沙滩区，靠近沙滩的那一个方向，因为如果是在中心区呢，中心那里呢，它会比较乱一些。这里西港它有一个叫做飞车党，它是专门是抢游客的包包，还有游客的电话，还有去偷游客的那个摩托，还有脚车之类的。所以呢，但是如果是在沙滩区那里会比较安全一些。如果是在市中心那个飞车场就是非常的多。市中心是在哪里呢？市中心就在这刚才我介绍的那条道路嘛。市中心就是在里面那里，它有很多那个本地人的菜市场，有很多本地人的商店，所以那一区呢是比较危险一些。所以如果是真的是要进去看他们的那个叫做文化、日常生活之类的，要拍他们，或者是要去参观之类的，那你的贵重的东西尽量是不要露出来。现在要下雨了，好像要再下着毛毛雨。现在好像什么地方也去不了。在我的那个眼前呢，它是刚刚开始动工的很大座的东西，有可能是赌场，也有可能是那一种叫做酒店。对，现在看，现在已经是算少了，3年前呢，就是这些，就是整条街都是这些在动工的建筑物。现在疫情嘛，疫情已经是放慢了，但是看到现在它美化了那么多，应该是经济会再回来吧，我觉得。现在雨稍微少了一些，虽然这里美化了那么多，但是还是有很多店面已经是不在了。因为看吧，以前我看到这一家是非常大的满人的一个泡泡网吧已经是不存在了，这个关店了，全部很多都已经关店了。下面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很多都已经是在关店了。应该是现在是要等开放吧，刚刚开放那个柬埔寨，多1-2个月，很多客人就会回来了这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如果真的很不幸你在西港这里，电话被抢了，或者是电话不见了，或者是电话当时坏掉了，如果是你们不要买新的电话，你们可以去一些店铺。他们上面有写那个科技店或者是电话店之类的，去向他们找寻二手的那个手机，就是充当暂时的电话使用，因为那里可以找到很便宜的电话，二手电话，因为他们都是从诈骗集团里收购回来的电话，只是在柬埔寨用是没有事情，如果是要带回国内的话就要小心，因为不知道里面的那个会不会被国内的政府已经是检查到了或者是记录了，所以你们要看看。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要暂时使用的话，你们可以考虑那个二手机，这里真的是非常便宜。大概走了一个10分钟，
我来到了第二个菠菜叶的聚集地。第二个就是在这个那个海豚那里，然后看看这里的周围，我是从那里下来的。然后刚才我说的那个电话如果是被偷了或者是坏掉了，可以在这里买二手电话的，就是这些什么联影科技、什么批发的之类的。然后下面这里要看看这个就是海豚，这个就是我说的海豚，它是一个交通圈。然后它的聚集地呢，就看上面的那些办公楼，就上面那些办公楼，还有下面的看到吗？全部都是那办公楼，还有那里的办公楼，全部都是菠菜叶的那个聚集地，都是在网上操盘赌盘的一些人员在那里工作。这里，然后在柬埔寨这里呢，我猜想应该是有超过几十万人，就是外籍人士嘛，在这里柬埔寨做这些非法赌盘之类的诈骗集团之类的。现在我来到了一个就是那个邪恶的非法活动的第一个源头的地方。它是有一个地标，它地标是在我前面，就是这个，看这个塔，不是这个塔邪恶，然后也不是那个地标邪恶，那个是一个佛塔，里面是一个拜佛的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第一间肯德基 KFC 就是在那里，第一家赌场就是那个，它的名字叫做高盛 SVI 集团，现在已经是没有了。这个是这一区呢是最乱的，所谓的那个爆头港，很多都是来自这里，因为这里是很多那个黑社会在这里聚集，就是在看第一家酒店，往下去就是小市场，在小市场那里呢，周边呢全部都是钓鱼的那个机器。钓鱼的机器是什么呢？就是赌博机、老虎机之类的。他们的这个机器呢，就是钓鱼的，他们进钱，然后就去射鱼，射多少倍的赔率，但是大多数都是输的，因为它里面已经把那个数据已经调低了，肯定是稳赚。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人去玩那个老虎机。下面呢那一个地方就应该是不能使用那个 GoPro 下去拍吧，要想一个办法，因为下面呢全部很多那个黑社会的那个老大就是被杀，就是爆头的被枪杀的，就是下面那一区很多。所以如果是要想看的话，我看下来要不要下去那一区，可能会比较乱一些，因为他们下面那里全部都是小赌场，小赌场呢那些人呢都是很不友善的。那里那一区呢也是那个博彩业的聚集地，刚开始发源地那个叫做，对，好像这些高楼，他们很多都是拿来做酒店，酒店有好几层都是做那个网上菠菜叶之类的，这些也是，那些也是。然后还有园区呢，园区就是在中心里面那里有一些小地方也是叫园区，它有一个名字叫做中国城，那里聚集很多那个华人在里面，所以那一区也是不能进去，也是不能拍，比较敏感一些。
基本上我已经逛完了那个赌场下面的那个市场那条街嘛，它只是一条街，它是从下面那里上来这里。那个赌场就是上面那里转一个弯下去，然后我买了这个上海水饺闽南小吃，这个是闽南小吃，它的价钱还是一样的贵。这个是3块美金，这里10颗水饺。然后那里基本上就是赌场上面那里，从赌场下去往那个市场那里下去，基本上还是有人去看馆那里。所以如果是拍东西，基本是拍不了什么东西的那里。那里是我看到有一个还是园区的，现在还是一个园区，所以这一区是没有什么东西了，基本上很多都已经关店了，很多已经是撤离这里了，那个诈骗的或者是那个博彩的。看那里下面起到一半不起了，下面的那个赌场全部都是关掉了。还有很多那个店面，很多那店面，那个小间的那个店面，以前的起价是1万美金，就是租一个3层楼的、4层楼的这样的那个楼，大概是1万美金。我的左手方呢就是高盛集团的赌场，就是西港第一家赌场。就是这一家，现在我往这下面去走，它基本上是一些小区，就是那些5层楼、6层楼、3层楼高的那个小区，那些是3层楼的那个住宅。他们以前呢，租金是2500美金到6000之间，就是这样的3层楼。现在的价钱应该是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很多是空了。以前这里是满满的人，就是外籍人士在这里，全部都是外籍人士在这里开店吃饭之类的。现在没了，现在全部都搬走了。在西港有很多那个海鲜市场，这个是其中一个海鲜市场批发的，然后它是在这个那个汽油加油站那里对面。这里以前也是非常多人来这里吃东西的，这里全部都是海鲜批发市场。这里是批发海鲜的，对面就是煮海鲜的。现在基本上是没有人了，静悄悄了，全部都是批发海鲜的。如果喜欢吃海鲜的，可以走过来这一区看看，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一些比较便宜吧，但是对我来说也是算贵了。这里的海鲜，这一区呢是比较新的一个区域，它是靠近码头的，它的码头海口那个叫海口，就是关卡嘛，它全部东西要进入柬埔寨都是要经过这个港口。它是在我的左手边，在那个就是它的那个港口，停泊很多货柜箱。那一区是还有一个很漂亮的沙滩，要使用那个叫做摩托才能到达那个沙滩那里去。那个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沙滩，非常漂亮的，可以看到很美丽的夕阳。
这里以前呢，全部都是酒店，现在没有了。现在基本上没有人来了，现在全部已经是关门大吉了。看看对面的，全部都是关掉的那个店。它有海鲜大排档、KTV， 还有那个电玩城、酒店，全部都有，一整栋全都关门了。这里现在是早上的大概11点。我现在走路的这个地方呢，它已经是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这里以前是一个中国城，没有了，全部。它这条街全部都是买卖华人的东西。现在几乎是没有了，铲平了。它之前这里有一个大的那个牌子，现在也拆掉了，很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里没有以往的那么热闹。现在我就要离开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拍了。这里。现在我来到了早上的那个巴士站，它的那个时间表是在这里。它是西港去金边7点半、9点半、5点。如果是西港去新力，就是7点半、9点半。我是从上面下来的，然后这里四周围都是吃饭的地方。往这里去呢，是一个海湾。这个海湾也是新的，之前没有这个海湾的。现在我就是环着那个海湾去走走，可以啊，这个海湾，这里可以让人放松心情啊。这里我看那个人也是蛮多的，这里本地人，外国游客是没有看到。只有我一个，我看到前面都是满满的那个摩托，还有那个小档口。看，那里全部都是那个吃的小档，还有那个摩托车，那里也是蛮多人聚集的。那里，这里左手边全部都是海，有很多人在下面钓鱼啊。看，那人在下面捕鱼、钓鱼，然后那里有很多人在那里带小孩。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海湾的环境。如果是那里呢，是白沙滩的呢，全部走过去，晚上那里有很多烧烤的。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开那一区。现在我要想吃一个饭，我要选炒饭、炒面之类的，因为这里很容易吃坏肚子，应该是要找那些现炒现煮的。看一下，这些就是它的档口。Yeah, I can see. Okay. And do you have drink? Yeah. Okay. 在西港生活吃饭这里是蛮贵的，因为这里是一个旅游区，然后加上这里很多那个外籍人士在这里生活。所以导致这里的物价是非常的高昂啊，还有那些赌场里工作的人，非常的多。
然后要说的话，为什么还有？如果是那些比如说那个诈骗集团啊，或者是赌场、网上博彩之类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来这里投资？是因为利润，有利润的东西就是有人去做，尤其是那些比较有年轻的人会过来这个西港去找工作，去干一些网上博彩的。你说他非法吗？他也不是非法，他在西港这里是合法的。只有那个诈骗集团他们那些才是非法的。如果是网上博彩那些呢，在西港这里就好像菲律宾这样子，他们是有牌照的。如果是网上，他们有一些是说比较夸张一些，就是讲那些人被骗来西港，其实有很多是自愿来自西港打工的，只是他们来到这里，这里是一个娱乐城，他们有很多诱惑，比如说要找女朋友，然后不然就是在赌场里赌钱、赌输、欠债之类的。所以导致那些年轻人来这里打工的工钱都不够他们使用，所以在这里工作的那个年轻人呢，大多数很多都是在这里欠债。所以，但是晚上说的那些比如说绑架之类的，在西港应该是很少吧。对，在西港应该是非常的少，只有少数的那个原主，那个所谓的原主会这样做。如果是比如说他们是做博彩生意的那个老板，他们大多数都是跟着柬埔寨的法律去找我们的。我的饭来了。这个就是我的炒饭，还有一杯冷饮。这里大概是24000柬埔寨币，就是这样。吃完饭随便在那里走一走，因为那里好像有太阳出来了。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非常漂亮，在那里。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我的饭已经吃完了，现在要想着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走走，就走周边。西港主要的经济是来自外资的投入，短短的几年，无数的高楼、酒店还有赌场平地而起，一个快速崛起的地方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外来势力都是因为利益而聚集在一起。虽然说西港已经是诈骗集团的聚集地，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年轻的人冒着危险前往寻找工作机会呢？无他，就是国家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个已经是很多国家都难以解决的难题。